剛登場的清水仙君為什麼會是已經死去的紅蝶的父親？清水和紅蝶又是怎樣相認的呢？誰能想到，剛登場就殺伐滔天、瘋魔嗜血的清水仙君，竟是早已隕落的紅蝶親生父親？在仙逆龐大的修仙世界觀裡，最動人也最宿命無解的羈絆，不是亡靈的逆天逆襲，而是清水仙君與紅蝶這對跨越萬古輪迴的父女情緣。很多人看到清水登場、紅蝶落幕的劇情時，都無法將這2位看似毫無交集的人物聯繫在一起。一位是雷之仙界殘存的頂級碎孽大能，白凡仙帝唯一親傳弟子，背負萬古罪孽與心魔；一位是朱雀星雪域天驕，年少孤傲、驚豔一時的绝代女修，早早隕落於修士大劫。可原著最精妙的伏筆與輪迴閉環，恰恰藏在這2人身上。2人相隔萬年歲月，歷經數次輪迴轉生，遺忘了所有過往，最終在亡靈的因果推演、夢到圓滿之下，揭開了這段塵封萬古的父女真相，完成了遲來的宿命相認。想看懂這段劇情，我們需要從清水仙君的悲慘過往說起，再順着亡靈的視角，一步步拆解這段跨越輪迴的隱秘羈絆。如今清水仙君在最新的預告中正式登場，此時的他絕非尋常仙人那般仙風道骨、心境通透，反而狀態癲狂詭異、殺意滔天。被炎雷子拿出白凡仙帝遺留的仙劍，強行喚醒了塵封萬年的痛苦記憶後，深埋心底的魔念徹底爆發，雙目赤紅，周身是血，戾氣彌漫，陷入徹底的瘋魔狀態。這一刻的清水是羅天星域最恐怖的戰力天花板。身為白凡仙帝唯一的親傳弟子，他修為達到碎孽圓滿，半步踏足第3步，是雷之仙界崩壞後為數不多存活的上古老牌強者。他天资绝世，戰力無雙，性格極致護短，卻也背負着無人能懂的萬古痛苦。初登場的他，一言不合便撕裂虛空，怒戰炎雷子，抬手便是正統的白凡傳承，神通呼風喚雨，黑龍橫空，毀天滅地的威力，即便隔着極遠的距離，也將觀戰的亡靈震得七竅流血。世人只看到清水仙君的強大與瘋魔，卻無人知曉他癲狂外表下藏着一段貫穿一生的悲劇過往，這也是他與紅蝶父女羈絆的根源。遠古4大仙界並存之時，清水拜入白凡仙帝門下，修成無上仙途，身居高位，威名赫赫。彼時的他並未被魔念纏身，心性純粹溫柔，與摯愛寒煙相知相守，2人相伴萬年，還孕育出了自己唯一的女兒。本該圓滿的仙侶生活，安穩的師門歲月，最終毀於仙界的崩塌。洞府界本就是七彩仙尊布置的牢籠，眾生皆為棋子，而清水正是被天道刻意選中的犧牲品。終於在仙界浩劫來臨之際，清水徹底陷入無意識瘋魔狀態。一念之間，他親手屠戮了雷之仙界無數同門，更是親手傷害了挚愛妻子寒煙，徹底葬送了自己的家庭。等他神智復甦的那一刻，滿目瘡痍，親友盡亡，萬古罪孽、滔天悔恨瞬間吞噬了他的道心。無盡的愧疚與自我折磨，讓他滋生無盡魔念，徹底墜入癲狂。白凡仙帝心疼唯一弟子的遭遇，知曉他並非本心作惡，便耗費無上修為，為清水布下9重封印，鎖住他的魔念與痛苦記憶，讓他陷入萬年沉睡，以此護他本源不散，性命無憂。在清水被封印、陷入沉睡的萬年歲月裡，他與寒煙唯一的女兒並未徹底隕落，殘存的一縷魂魄掙脫了仙界崩塌的浩劫，墜入無盡輪迴，歷經數次轉世，最終降生在朱雀星雪域國，成為了日後驚豔整個朱雀星的絕世天驕紅蝶。輪迴最大的殘忍，便是抹去所有記憶。轉世後的紅蝶，天生身負極品5行靈根，天資冠絕同輩，心性孤傲，清冷決絕，小小年紀便展露無上修仙天賦，被譽為朱雀星100年難遇的奇才。他不知道自己的前世過往，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，更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那位名震諸天、瘋魔萬古的清水仙君。而沉睡萬年的清水，同樣遺忘了妻女，只剩滿心的罪孽與迷茫，苦苦追尋着當年浩劫的真相。父女2人隔着萬古歲月層層輪迴，這段塵封的父女羈絆本該永遠掩埋在歲月塵埃之中，直到亡靈登頂封尊，也就是整個界內4大星域第一人，他重回故鄉朱雀星，一切隱秘才逐漸浮出水面。當亡靈成就封尊之位，威名響徹諸天萬界，闊別多年重回朱雀星祭拜父母時，瞬間引起了整個朱雀星修士的轟動。朱雀星之主周武泰親自現身，望着歸來的亡靈，滿是追憶與惆悵。此刻的周武泰向亡靈道出了一個顛覆過往認知的驚天隱秘：紅蝶或許並未真正隕落。當年紅蝶在朱雀星遭遇生死大劫，世人皆以為他已然生死道消，但周武泰在廢棄的雪域国舊址發現了一處詭異的上古封印陣法。這處陣法絕非尋常修士所能布置，層級極高，禁制繁複，遠超朱雀星修士的修為上限。陣法中心冰封着一縷青絲，歷經千年歲月依舊完好，而這縷青絲正是屬於紅蝶。周武泰多年參悟無果，一直默默將陣法保留，只待亡靈歸來一探究竟。亡靈跟隨周武泰親眼窺見這處陣法後，瞬間勘破核心奧秘。這是一處極高層級的分魂傳送陣，
不知者修為至少達到淨滅圓滿之上。當年紅蝶的師尊早早推演到紅蝶命中注定的生死大劫，知曉此劫九死一生，根本無法強行抗衡。為了給紅蝶留下一線生機，他暗中借助這處上古陣法，在紅蝶歷劫之前抽取其一縷本源青絲與殘魂，送入輪迴之中，以此抵消必死劫數。也就是說，當年戰敗瀕死的紅蝶，並非徹底隕落，只是捨棄了肉身，憑借一縷殘魂依托陣法，保住了一線生機。這一發現徹底推翻了亡靈多年的認知，也為後續紅蝶與清水的父女相認埋下了最關鍵的伏筆。如果說青絲陣法是宿命的伏筆，那亡靈的第3次化凡夢道便是徹底串聯起所有人因果的關鍵閉環。亡靈修行夢道，精通輪迴因果，在第3次化凡期間，亡靈化身凡間王姓大儒，體驗人間百態，圓滿自身道心。正是這段化凡經歷，揭開了紅蝶名字的由來，以及他能順利輪迴存活的真正機緣。凡間一場大雨滂沱，雨幕之中，雪域女子懷抱襁褓女嬰踏雨而來，雨水遇她盡數冰封，一身凜冽殺意，渾身滿是滄桑與疲憊。他聽聞大儒亡靈通曉天地因果，能解世人迷局，特意前來求助，只為懷中命格不凡卻命途多舛的女嬰。這名女嬰正是輪迴轉世的紅蝶。她降生之時父母雙亡，天資絕世，卻身負必死大劫，命中坎坷多難。雪域女子修為有限，只能強行封印其修為，讓其常年保持嬰兒形態，延緩大劫降臨，卻始終無法徹底化解。萬般無奈之下，她尋到大儒亡靈，只求為孩子求得一條生路。亡靈接過襁褓中的女嬰，莫名心生熟悉之感，冥冥之中感受到跨越輪迴的羈絆。恰逢雨幕林蔭之下，一只彩蝶避雨翩跹，身姿孤傲明豔動人，即便身處風雨飄搖之中，依舊不肯折損風骨。亡靈觸景生情，為這命格孤傲、命途坎坷的女嬰賜下姓名紅蝶。不僅如此，亡靈知曉此女生死大劫無解，便憑借自身夢道感悟，徒手畫出一套無上深奧的陣法，贈予雪域女子，叮囑其待時機成熟，取紅蝶一縷青絲融入陣中，便可化解生死劫難，延續生機。這一刻，亡靈以凡人之身，無意間圓滿了紅蝶的輪迴因果，救下了清水唯一的女兒，冥冥之中續上了白凡一脈的師門因果。歲月流轉，滄海桑田，轉世後的紅蝶褪去前世記憶，一步步修行崛起，再次成長為驚豔一方的強者，也終於再次與亡靈重逢。時隔千年，昔日對立廝殺的少年修士已然成為可以坐而論道的故人。二人細數過往恩怨，朱雀木的爭鬥，羽仙界的斷臂，昆極邊的爭奪，所有年少爭鋒、愛恨糾葛，都在歲月沉澱中煙消雲散。重逢閒談之際，紅蝶終於道出了埋藏心底多年的隱秘，徹底擊碎了亡靈對虛實真假的認知。紅蝶告知亡靈，自己自幼便聽師尊說起，早年曾偶遇一位王姓大儒，正是這位大儒親手留下陣法，賜下紅蝶之名，硬生生為他搏出了一條生路，讓他躲過必死輪迴大劫。亡靈瞬間心神俱震，他當年的化凡之舉本是自我圓滿編織的一場夢境，本以為是虛幻泡影，卻沒想到真實影響了因果，救出了輪迴中的紅蝶。虛幻的夢道最終化作真實的機緣，圓滿了他人的宿命。也正是這次重逢，紅蝶終於問出了藏在心底最深處的疑惑。他聽聞亡靈的師兄是大名鼎鼎的清水仙君，冥冥之中心生羈絆，忍不住詢問亡靈，清水仙君是否還有親人在世。亡靈的一番話成為了父女相認的最後一把鑰匙。他坦言，清水仙君一生悲苦，全族盡滅，愛妻隕落，一生孤苦無依，世間僅存一位親人，便是輪迴轉世早已遺忘前塵的女兒。而這位女兒天生左肩帶有一枚輪迴不散的紅色胎記，是清水留給親生骨肉的本命烙印，萬古輪迴永不磨滅。這句話如驚雷貫耳，瞬間擊潰了紅蝶所有的平靜。她自幼左肩便有一枚紅色胎記，伴隨輪迴生生不息，多年來她始終不知胎記來歷，此刻終於知曉真相，所有的迷茫疑惑，冥冥中的羈絆盡數解開。她終於明白自己漂泊無依無靠的宿命皆因身世而起。這一刻，紅蝶徹底確認，那位殺伐滔天、孤苦萬年的清水仙君正是自己的親生父親。沒有遲疑，沒有猶豫，懷揣着震撼酸澀與無盡期盼，紅蝶即刻動身，奔赴羅天星域，奔赴那位孤獨了萬年的父親身邊，奔赴這場跨越萬古輪迴的宿命相認。縱觀清水與紅蝶的父女羈絆，二人一個被困過往苦守執念，一個輪迴浮沉遺忘前塵，兩兩相望萬古相隔。若非亡靈的出現，重回朱雀星發現青絲陣法，憑借夢道術圓滿因果，串聯輪迴真相，這對苦命父女將終生陌路。這場遲來的父女相認，不僅救贖了漂泊萬年的紅蝶，更治癒了清水萬古的瘋魔與悔恨。這份跨越輪迴的父女親情，也是這段悲涼宿命裡最溫暖、最圓滿的結局。